机场迷路，巨大的飞机轰鸣着，稳稳地降落在北京国际机场。马克透过小窗户向外看，心里像有只小兔子在跳。他，一个来自美国的年轻人，现在真的到了中国。他摸了摸背包里那本边角已经磨损的旧词典，深深吸了一口气，跟着人群，他走进了航站楼。机场真大啊，亮堂堂的，到处都是中英文的指示牌。虽然下面有英文，但马克还是被眼前繁忙的景象和陌生的环境弄得有点晕。他找了个安静的角落，拿出手机，给远在美国的家人打了个电话。妈妈，我到了北京。他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很轻松。一切都好，别担心。我能搞定，爱你们。挂了电话，周围陌生的中文广播声和人们交谈的声音一下子又涌了过来。现在他需要找到出租车去他的新家。他看到了出租车的指示牌，心里一喜，跟着箭头走。可是机场太大了，通道很多。在一个分岔路口，他停下来，有点不确定该往左还是往右。刚才清晰的指示牌好像不见了。他左右张望，看着行色匆匆的人们，感觉自己像一滴水，掉进了一条流动很快的河里。他试着凭感觉走了一段，却发现自己好像绕回了原点。时间一分一秒过去，马克开始慌了，他的心砰砰直跳，手心也出了汗。怎么办？他想。他决定问人。他飞快地翻开那本旧词典，虽然指示牌有英文，但问路需要说中文。他找到了那个句子，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练习。请问，出租车在哪里？他看到一位穿着制服，正在引导旅客的工作人员阿姨。马克握了握拳头，鼓起勇气走过去。他有点紧张，用不太流利的中文慢慢地说：你好，请问出租车在哪里？说完，他觉得自己的脸有点热。那位工作人员阿姨看着他，脸上露出了友好的微笑。他一点儿也没觉得马克奇怪，反而很耐心地抬起手，指向一个明确的方向，用清楚且比较慢的语速说：出租车啊，就在前面。你看，走到那头，然后左转，就能看到很大的标志了。马克努力地听着，他听懂了前面和左转。他赶紧点头，心里一下子轻松了很多，像放下了一块大石头。他高兴地说：谢谢你。不客气，欢迎来北京。阿姨笑着朝他点点头。按照清晰的指引，马克果然很快就看到了巨大的出租车标志，还有很多人在有序排队。他排着队，看着一辆辆出租车开来，接上乘客，然后离开。轮到他时，
他把写着地址的纸条递给司机师傅。司机师傅看了一眼，点点头，示意他上车。马克坐进车里，舒服地靠在座椅上。车开了，窗外是北京的夜晚，高楼大厦越来越多，窗户里透出温暖的光。巨大的广告牌上，霓虹灯闪烁着各种颜色，大多是中文，照亮了街道。街上车来车往，非常热闹，还有很多自行车和电动自行车穿梭在其中，跟他在美国看到的情景很不一样。这就是北京啊，一个他只在书本和电影里见过的城市。现在他真的在这里了。他看着窗外闪过的灯光和陌生的街景，心里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有一点紧张，不知道在这个新地方生活会怎么样，但更多的是期待。他对将要开始的新生活充满了好奇。他会交到朋友吗？他能学好中文吗？他会喜欢这里的食物吗？很多问题在他脑子里转。出租车载着他，向着城市深处，向着那个未知的家驶去。马克的北京冒险就这样，从机场的这一次小小的迷路和成功的求助正式开始了。机场迷路，巨大的飞机轰鸣着，稳稳地降落在北京国际机场。马克透过小窗户向外看，心里像有只小兔子在跳。他，一个来自美国的年轻人，现在真的到了中国。他摸了摸背包里那本边角已经磨损的旧词典，深深吸了一口气，跟着人群，他走进了航站楼。机场真大啊，亮堂堂的，到处都是中英文的指示牌。虽然下面有英文，但马克还是被眼前繁忙的景象和陌生的环境弄得有点晕。他找了个安静的角落，拿出手机，给远在美国的家人打了个电话。妈妈，我到了北京。他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很轻松。一切都好，别担心。我能搞定，爱你们。挂了电话，周围陌生的中文广播声和人们交谈的声音一下子又涌了过来。现在他需要找到出租车去他的新家。他看到了出租车的指示牌，心里一喜，跟着箭头走。可是机场太大了，通道很多。在一个分岔路口，他停下来，有点不确定该往左还是往右。刚才清晰的指示牌好像不见了。他左右张望，看着行色匆匆的人们，感觉自己像一滴水，掉进了一条流动很快的河里。他试着凭感觉走了一段，却发现自己好像绕回了原点。时间一分一秒过去，马克开始慌了，他的心砰砰直跳，手心也出了汗。怎么办？他想。他决定问人。他飞快地翻开那本旧词典，虽然指示牌有英文，但问路需要说中文。他找到了那个句子，
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练习。请问出租车在哪里？他看到一位穿着制服，正在引导旅客的工作人员阿姨。马克握了握拳头，鼓起勇气走过去。他有点紧张，用不太流利的中文慢慢地说：你好，请问出租车在哪里？说完，他觉得自己的脸有点热。那位工作人员阿姨看着他，脸上露出了友好的微笑。她一点儿也没觉得马克奇怪，反而很耐心地抬起手，指向一个明确的方向，用清楚且比较慢的语速说：出租车啊，就在前面。你看，走到那头，然后左转，就能看到很大的标志了。马克努力地听着，他听懂了前面和左转，他赶紧点头，心里一下子轻松了很多，像放下了一块大石头。他高兴地说：谢谢你，不客气，欢迎来北京。阿姨笑着朝他点点头，按照清晰的指引，马克果然很快就看到了巨大的出租车标志，还有很多人在有序排队。他排着队，看着一辆辆出租车开来，接上乘客，然后离开。轮到他时，他把写着地址的纸条递给司机师傅。司机师傅看了一眼，点点头，示意他上车。马克坐进车里，舒服地靠在座椅上。车开了，窗外是北京的夜晚，高楼大厦越来越多，窗户里透出温暖的光。巨大的广告牌上，霓虹灯闪烁着各种颜色，大多是中文，照亮了街道。街上车来车往，非常热闹，还有很多自行车和电动自行车穿梭在其中，跟他在美国看到的情景很不一样。这就是北京啊，一个他只在书本和电影里见过的城市。现在他真的在这里了。他看着窗外闪过的灯光和陌生的街景，心里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有一点紧张，不知道在这个新地方生活会怎么样，但更多的是期待。他对将要开始的新生活充满了好奇。他会交到朋友吗？他能学好中文吗？他会喜欢这里的食物吗？很多问题在他脑子里转。出租车载着他，向着城市深处，向着那个未知的家驶去。马克的北京冒险就这样从机场的这一次小小的迷路和成功的求助正式开始了。